很多人觉得人过50，腿脚发软，走路变慢，爬几层楼就喘得不行，这是正常的衰老现象。其实不是，你不是老了，你是在经历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，你的肌肉正在悄悄流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以前提着2袋菜一口气上5楼都不带喘的，现在拎1袋米都觉得肩膀酸；以前走路带风，脚下生风，现在稍微走快一点都怕摔倒。这不是你变懒了，更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你身体里最能干的力量发动机肌肉正在慢慢熄火。医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肌肉衰减综合征，也叫少肌症。很多人以为肌肉是年轻人的事，觉得上了年纪就别折腾了。恰恰相反，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需要肌肉。肌肉越多，你走路越稳当，代谢越旺盛，免疫力越强大，身体恢复能力也越好。反过来，肌肉越少，你越容易累，越容易摔，越容易生病。摔倒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只是疼几天，对50岁以上的人来说可能就是骨折、卧床，乃至身体断崖式下降的开端。那肌肉为什么留不住呢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因为我动得少了，活动量减少，肌肉不用则废，慢慢萎缩，这的确是原因之一。但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，你很可能根本没想过，那就是吃错了。很多中老年人的饮食习惯非常固定，清粥小菜、稀饭咸菜，一碗白水面条加点青菜，吃的清淡没错，可问题出在太淡了，淡到连肌肉需要的建筑材料蛋白质都没给够。你给身体吃的是清水煮菜，它拿什么盖房子？肌肉的生长过程其实很简单，你的身体通过消化系统把吃进来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，再把这些氨基酸运送到肌肉细胞里，重新组装成全新的肌纤维。整个过程跟砌墙是一个道理，蛋白质就是砖头。没有砖头，你再怎么活动，再怎么锻炼，也只能是把旧墙推倒，新墙永远砌不起来。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觉得长肌肉就要去健身房举铁，吃蛋白粉，喝增肌饮料。错了，用不着。其实你只要把每天吃的东西换一换，搭配对了，吃出新鲜感，你的肌肉就能慢慢长回来。根本不需要花大价钱买补品，也不用练到满头大汗。今天我们就一次性说清楚，50岁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吃，才能让腿脚有劲，走路稳当，精神气足。先说第一类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动物蛋白，鸡蛋、牛奶、牛肉、鱼肉、虾仁、鸡胸肉，这些都是。它们含有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，而且配比完美，身体利用率极高。植物蛋白再好，也比不上动物蛋白的一字排开，各就各位。我们先来好好说说鸡蛋。在很多中老年人的印象里，鸡蛋黄胆固醇高，吃了对血管不好，所以有的人只吃蛋白不吃蛋黄，有的人干脆连鸡蛋都不敢碰。这个认知放在10年前或许好，但今天的营养学研究已经给出了新的答案。食物中的胆固醇对你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影响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。真正升高胆固醇的元凶其实是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，而不是鸡蛋黄里的天然胆固醇。换句话说，你早上吃一个水煮蛋，蛋黄里的胆固醇对你的血脂影响微乎其微，但蛋黄里含有的卵磷脂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、B 族维生素和铁，这些全都是肌肉合成和免疫维护的好东西。你把它扔掉，等于把最有营养的部分白白倒掉了。健康的老年人每天吃1到2个全蛋完全没有问题。关键是什么？是做法。同样的鸡蛋，你用油炸成荷包蛋，或者用大量油炒成焦黄的炒蛋，那油脂含量就上去了，健康效果也打折了。最好的做法就2种，蒸蛋羹和水煮蛋。早上起来烧一锅水，鸡蛋放进去煮8分钟，捞出来过凉水，剥壳，一口咬下去，蛋白蛋嫩，蛋黄绵密。再配一碗小米粥，一小碟青菜，这一顿饭吃到胃里，蛋白质、碳水、维生素全齐了。如果你牙口不好或者咽干，吃东西容易噎着，那就蒸蛋羹。一个鸡蛋打散，加鸡蛋液 1.5 倍的温水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，撇去表面的浮沫，盖上盘子，防止蒸汽水倒流，上锅蒸8到10分钟。蒸出来嫩得像豆腐脑一样，滴几滴酱油和芝麻油，滑溜溜的就下肚了，胃里舒服，身体也容易吸收。再来说牛奶和酸奶，中老年人补蛋白质，牛奶是最方便、最平价的来源之一。你想想看，你不需要洗，不需要切，不需要煮，打开冰箱倒一杯，1分钟就喝完了。一杯250毫升的牛奶里大约含有8克左右的优质蛋白质，而且是乳清蛋白和酪蛋白的双重组合。前者吸收快，能快速启动肌肉合成，后者释放慢，能持续给你功能。
每天早上起床喝一杯温牛奶，搭配一片全麦面包或者一个水煮蛋，这顿早餐的蛋白质含量直接拉到15克以上。对于50岁以后肌肉合成需求来说，这就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开端。很多人说我不喝牛奶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喝就肚子胀、拉肚子，这叫乳糖不耐受，是亚洲人的常见体质，千万别硬喝，越喝肠胃越不舒服。那怎么办？换成酸奶。酸奶是经过乳酸菌发酵的，牛奶里的乳糖在发酵过程中已经被大量分解了，所以酸奶对乳糖不耐受的人要友好得多。而且酸奶还有一个牛奶没有的好处，益生菌。这些益生菌进入你的肠道之后，能帮你抑制有害菌的繁殖，促进肠道蠕动，改善消化环境。你看很多老人吃不下饭，吃了不吸收，核心根源就是肠道功能不好。酸奶里的益生菌不仅能给你补蛋白质，还能帮你把肠道这道营养吸收的大门打开。你下午3、4点饿了，别去吃饼干糖果，来一杯无糖酸奶，撒几颗蓝莓或者核桃碎，酸甜可口，又补营养又解馋。晚上睡前再喝一杯温牛奶，乳清蛋白在夜间持续释放氨基酸，正好帮你在睡眠中修复肌肉，促进合成。你睡一觉，肌肉在悄悄地长。这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睡眠增肌法。现在来说肉，很多家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，人上了年纪就要吃清淡，肉要少吃，尤其是红肉，脂肪多，胆固醇高，吃了对血压血脂不好。这个观念不能说全错，但太片面了。问题的关键不是吃不吃肉，而是吃什么部位，怎么吃。先说瘦牛肉，牛腱子肉是牛的大腿和小腿部位的肌肉，这块肉脂肪含量非常低，蛋白质含量高达 20% 以上。同时，牛肉里还富含一种对中老年人特别重要的东西——血红素铁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很多中老年人腿脚无力，走2步就心慌气短，脸色蜡黄，嘴唇发白，原因不是什么大病，而是缺铁性贫血。植物里的铁，比如菠菜、红枣里的铁，虽然也含铁，但吸收率非常低，只有 2%到5%，而动物血和红肉里的血红素铁吸收率能达到 15%到25%。你吃一块巴掌大小，大概100克左右的瘦牛肉，身体能吸收到的铁比你吃1斤红枣还要多。牛肉怎么做好消化？很简单，切薄片，用料酒、生姜、一点点生抽腌10分钟，搭配芹菜或者洋葱快炒，肉质又嫩又不塞牙。或者买牛腩回来，加白萝卜一起炖，炖上2个小时，牛肉软烂，萝卜入味，连汤带肉喝1碗，暖胃又补力。1星期吃2到3次，每次1个巴掌大小的量，坚持1个月，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腿脚不一样了。再说瘦猪肉，好多人一听猪肉就摇头，觉得猪肉脂肪高不健康。其实你仔细想想，你吃的红烧肉、五花肉、猪蹄，那些确实脂肪含量高。但如果你换一个部位，猪里脊肉，也就是沿着猪脊柱下方的那一条瘦长肌肉，它的脂肪含量只有 8% 左右，蛋白质含量却超过 20%， 跟鸡胸肉不相上下。而且猪肉里还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，尤其是维生素 B1， 这是帮助身体把碳水转化为能量的关键辅酶。老年人缺 B 族维生素，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总觉得累、没精神，肌肉软绵绵的。猪里脊切丝，用淀粉抓一抓，跟青椒或者木耳一起炒，嫩滑爽口，完全不油腻。或者用来煮瘦肉粥，把猪里脊剁成肉末，米粥煮开花之后放进去搅散，再打一个鸡蛋液，撒点葱花，1碗营养密度极高的养生粥就做好了。还有鸡胸肉，鸡胸肉是所有肉类里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之一，脂肪含量却低得惊人。100克鸡胸肉大约含31克蛋白质，脂肪只有3克左右。很多健身的人靠鸡胸肉长肌肉，中老年人同样可以。但鸡胸肉有一个缺点，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又干又柴，很多人做了1次嫌难吃就再也不碰了。怎么解决？很简单，鸡胸肉从中间片成2片，用刀背轻轻拍几下，让肉质松一点，然后加料酒、姜片、一点点盐和淀粉抓匀，腌15分钟。腌制这一步最关键，淀粉能在鸡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，锁住水分。下锅的时候大火快炒，变色就出锅，这样炒出来的鸡胸肉嫩滑多汁，口感完全不一样。或者直接清炖，鸡胸肉整块冷水下锅，加几片姜和1段葱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炖20分钟，捞出来放凉，用手撕成鸡丝，加点黄瓜丝、蒜末、生抽、醋和香油一拌，就是一道清爽不油腻的凉拌鸡丝。夏天吃，胃口也好，营养也不落下。再说鱼肉和虾仁，这2个对中老年人来说可以说是最友好的动物蛋白了。鱼的肉质软嫩到什么程度呢？有的老人牙齿掉了几颗，嚼不动牛肉，
嚼不动鸡肉，但鱼肉基本上不用怎么嚼，筷子一夹就碎了，入口即化。而且鱼的脂肪结构跟陆地上的动物完全不一样，它富含长链不饱和脂肪酸，俗称 DHA， 和20碳五烯酸，俗称 EPA。这两种好东西进到身体后有一个巨大的作用，抗炎。你知道中老年人的很多慢性毛病，比如关节疼、血管斑块、认知能力下降，本质上都跟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有关。而欧米伽3正是身体天然的灭火器，能把这种无声的炎症降低。所以一个星期吃2次鱼，每次大概150到200克，能降低冠心病风险，延缓大脑衰老，减轻关节疼痛，还能提供大量优质蛋白用于肌肉生长。鱼的种类也很重要，首选刺少肉嫩的中型海鱼，比如三文鱼、鲈鱼、鳕鱼、鲳鱼。鱼的烹饪方式最好就是清蒸。你买鱼处理干净，两面各划几刀，抹一点料酒和姜片，腌10分钟去腥。盘底铺上葱姜丝，鱼放上去，水开后大火蒸8到10分钟。蒸好之后，倒掉盘子里蒸出来的汤汁，这个汤汁偏腥，别留着。然后在鱼身上重新铺上新鲜的葱姜丝和红椒丝，淋一勺滚烫的蒸鱼豉油，再泼一小勺热油，滋啦一声，香味一下子就窜出来了。清蒸鲈鱼少油少盐，鱼肉鲜嫩多汁，中老年人吃完胃里不闹腾，营养却一点没浪费。虾仁就更方便了，虾仁本身的脂肪含量极低，蛋白质含量高达20%左右，而且肉质弹牙好嚼。超市里买那种冷冻虾仁，回来用流水冲一下解冻，沥干水分，撒一点点白胡椒粉和料酒去腥。然后你可以怎么做？最简单的是虾仁炒蛋，2个鸡蛋打散，虾仁在蛋液里裹一下，锅底刷一层薄薄的油，倒进去，中小火慢炒，蛋嫩虾滑，一口下去双倍蛋白质。你也可以用虾仁跟西兰花一起清炒，西兰花焯水之后跟虾仁下锅快炒，加一点盐和蒜末就好了。或者早上煮面条的时候，丢几颗虾仁进去，提鲜又增营养。一碗普通素面瞬间升级成高蛋白早餐。虾仁的好处就在于它几乎不挑剔搭配，什么菜都能放，而且一放就提升了整餐的营养密度。说完了动物蛋白，我们来聊一个你心里可能正想问的问题：如果我平时素食比较多，不爱吃肉，或者因为牙口不好，胃动力不足，一看肉就没胃口，那该怎么办？难道就任肌肉流失吗？当然不是。接下来这部分专门给不爱吃肉的你说。很多老人牙齿掉了没及时镶，吃东西只能挑软的，还有一些人胃动力本来就不如从前，吃块肉在胃里顶半天不舒服，慢慢的肉越吃越少，最后1日3餐全是素的。你以为这就是清淡养生了，可你身体里的肌肉却在无声的哭泣，没有原料，我拿什么合成新肌肉？这个时候豆制品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什么叫豆制品？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皮、千张、豆浆、腐竹，这些都是从大豆里提取出来的植物蛋白精华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所有植物性食物里，大豆是为数不多能做到蛋白质含量高，而且氨基酸种类比较全面的。虽然它不像动物蛋白那样9种必需氨基酸一应俱全，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特点，只要跟谷物搭在一起吃，氨基酸的短板就被补齐了。组合之后的蛋白质质量和动物蛋白不相上下。什么叫氨基酸互补？我来打个比方，大豆蛋白里蛋氨酸略少，赖氨酸丰富，而谷物蛋白正好反过来，米面里的赖氨酸少，蛋氨酸多。你单独吃一碗白米饭，身体能利用的蛋白质打了折扣，你单独喝一杯豆浆，利用率也不够完美。但是你把豆浆和馒头一起吃下去，大豆多余的赖氨酸补齐了馒头缺的，馒头多余的蛋氨酸补齐了豆浆缺的，两者1+1大于2，身体利用率就上去了。我们中国人传统早餐，豆浆配油条，豆腐脑配烧饼，不只是好吃，它在营养学上也是有道理的。那豆制品具体怎么吃，其实比肉蛋奶还要简单。豆腐是其中最基础、最百变的食材，嫩豆腐也叫南豆腐，含水量高，质地细滑，适合凉拌和做汤。你买一块嫩豆腐，不用切，直接放在盘子里，上锅蒸3-5分钟，拿出来倒掉蒸出来的水，撒上葱花，淋上生抽和芝麻油，就是一道经典的小葱拌豆腐。你要是觉得太素，再加一小把虾皮，钙和蛋白质一起补。老豆腐也叫北豆腐，质地硬实，豆香味浓，适合煎和炖。老豆腐切成厚1厘米左右的片，平底锅刷一层薄油，放进去中小火慢煎，煎到两面金黄，撒一点椒盐或者蘸着蒜泥生抽吃。外酥里嫩，满口豆香。很多不爱吃肉的人
吃了一口煎豆腐就不觉得嘴里寡淡了。再说豆浆，每天早上一杯自己打的浓豆浆，比市面上买的豆浆粉要浓得多，营养也保留得更好。黄豆提前泡1夜，第二天加3倍的水，用豆浆机打成浆，不用过滤，豆渣直接喝。豆渣里的膳食纤维能帮你平稳血糖，促进排便。打好的豆浆里可以放几颗红枣一起打，天然的甜味代替加糖，或者加一小把核桃，打出来香浓醇厚。早餐一杯豆浆，1个全麦馒头加1个水煮蛋，蛋白质、碳水、健康脂肪全齐了。这个搭配不仅氨基酸互补，而且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都齐了，蛋白质总量轻松超过20克。腐竹也是被很多人忽略的高蛋白豆制品。腐竹是豆浆煮沸后表面形成的脂肪蛋白薄膜，调起来晾干而成。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惊人，干腐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4%左右，比大部分肉类还要高。腐竹用温水泡软之后很经得住燥，凉拌、炖菜、炒菜都行。腐竹泡好后切成小段，和焯过水的木耳一起，加蒜末、香菜、生抽、陈醋，一点点辣椒油拌匀，爽口开胃，下饭又补蛋白。或者用腐竹和香菇一起炖，腐竹吸饱了汤汁，舀一口汁水在嘴里爆开，比吃肉还过瘾。如果你觉得每天变着花样做豆制品太麻烦，还有一个懒人办法，豆腐加鸡蛋。这2个食材搭在一起，可以说是中老年人的黄金蛋白组合。鸡蛋的蛋白完美，豆腐的植物蛋白温和，两者混合之后，氨基酸谱完全覆盖人体所需。最简单的做法，嫩豆腐半块，用勺子压碎，放在碗底。2个鸡蛋打散，加 1.5 倍温水搅匀，撇去浮沫后倒在豆腐上，盖上保鲜膜，扎几个小孔，上锅中小火蒸12分钟左右。出锅后淋一点生抽和香油，撒上葱花。这一碗蒸菜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吃下去的蛋白质总量却超过了20克。你早餐吃这一碗，再加上半根玉米或一片全麦面包，这一上午你的肌肉都有源源不断的氨基酸在供应。每天坚持这么吃，不需要半个月，你就会发现走路上楼梯的时候腿没那么飘了。好，你现在知道了要吃动物蛋白来搬砖，要吃豆制品来补充水泥，但是很多人走到这一步就停了，觉得只要蛋白质吃够了，肌肉就能长出来，其实不对。蛋白质是砖头没错，但要让砖头砌成结实的墙，你需要水泥把砖头粘在一起。这些水泥是什么？是微量元素，钾、镁、碳水和各种维生素。如果说蛋白质管的是肌肉的量，那微量元素管的就是肌肉的功能。缺了它们，你吃再多的蛋白质，肌肉的质量和力量也上不去，反而容易出现抽筋、无力、疲劳这些困扰。第一个就是钾。钾这个东西在身体里的作用非常重要，它是维持神经肌肉兴奋性的关键电解质。你的每一个肌肉收缩信号从大脑发出之后传到肌肉纤维，中间都需要钾离子参与传导。如果血液中的钾浓度偏低，神经信号的传导就会变慢、变弱，表现出来就是肌肉没劲、精神萎靡、一身软绵绵的，走几步路都觉得腿不是自己的。很多中老年人春天和夏天尤其容易出现这种状态，因为出汗多了。钾随着汗液流失了，又没及时补回来。补钾最好的食物是什么？香蕉，这个大家都不陌生。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，含钾量大约是420毫克，差不多是人体每天推荐摄入量的1/10。而且香蕉除了含钾高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吃起来太方便了，不用洗，不用切，剥皮就吃。什么时候吃？运动之后，下午3、4点饿了的时候，或者出门散步前吃一根都可以。除了香蕉，还有好多隐藏的补钾高手，土豆，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含钾量比香蕉还高，接近900毫克，但要注意做法。土豆最好的吃法是蒸着吃或者煮着吃，不是炸成薯条。蒸土豆，你撒一点黑胡椒碎和盐，口感绵密，原香十足。菠菜也是补钾的好手，焯水之后凉拌，加一点蒜末和生抽，清爽鲜美。紫菜更是钾的富矿，每天晚饭煮一碗紫菜蛋花汤，几块钱的材料，钾和碘一起补了。第二个是镁，镁在身体里的外号叫做肌肉的松弛剂，你没听错，是松弛剂。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，晚上睡觉容易小腿抽筋，半夜疼得从睡梦中惊醒，第二天小腿还酸胀难受。大家都以为抽筋是缺钙，其实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就是缺镁。镁负责让肌肉在收缩之后重新舒张放松，镁不够，你的肌肉就一直处在一种半收紧的紧张状态，稍微受一点刺激，比如被窝里冷了，翻身蹬腿了，它就过度收缩，变成抽筋。补镁吃什么？最方便的就是南瓜子和坚果，
南瓜子的镁含量在所有食物里排在前列，每百克含镁量超过500毫克。你每天下午抓一小把南瓜子当零食，大概20克左右，镁的需求就满足了很大一部分。核桃、杏仁、腰果也含镁丰富，每天3-4颗核桃或者一小把杏仁，既能补镁，还能摄入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心脑血管也有好处。你下午3-4点觉得饿了，打开抽屉拿出一小包坚果，吃下去既解馋又补营养，比吃饼干蛋糕强太多了。第3是碳水，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，很多中老年人有血糖的问题，医生告诉他要控制碳水，少吃主食，于是很多人走极端，米饭不吃了，面条不喝了，连粥都不敢喝了。可你知道吗？碳水是你身体所有器官和肌肉的第一燃料，你吃进来的蛋白质，正常情况下应该用来修复组织，合成肌肉。但如果你完全不吃碳水，身体缺乏葡萄糖，它就会启动一个求生模式，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，然后通过糖益生途径转化成葡萄糖来供能。这就意味着你辛辛苦苦喝下去的牛奶，吃下去的鸡蛋，炖烂的牛肉，还没到肌肉细胞那里呢，就被你的肝脏截糊了，转化成糖用掉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蛋白质的浪费。所以主食一定要吃，关键是怎么选。精米白面升糖快，吃完血糖迅速升高又迅速下降，然后人很快就又饿了，适合中老年人，升糖慢。稳能量的主食是粗粮和燕麦，燕麦里含有一种叫贝塔葡聚糖的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它能在胃肠道里形成一层凝胶状的物质，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，让血糖像涓涓细流一样平稳释放，而不是像开闸放水一样猛冲猛落。你早上煮一碗牛奶燕麦粥，50克燕麦片加200毫升牛奶，小火煮5到8分钟，煮到粘稠拉丝。出锅后放几颗蓝莓或者核桃碎。这一碗吃下去，碳水、蛋白质、钙、膳食纤维、抗氧化物质全部到位，而且吃一碗顶一上午，不饿。其他粗粮的选择也很多，蒸红薯、蒸紫薯、蒸玉米、全麦馒头、糙米饭。相比精白米面，营养密度高得多，升糖速度慢得多。除了钾、镁和碳水，还有一样容易被忽略的元素，钙。很多人知道补钙能防骨质疏松，但不知道钙也是肌肉收缩的必需元素。肌肉的每一次收缩动作，从大脑下达指令到你抬起胳膊迈出腿，都需要钙离子来触发肌肉细胞内部的响应机制。如果身体缺钙，不仅骨头脆，肌肉也容易无力，容易抽筋。中老年人补钙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喝牛奶，每天早晚各一杯牛奶，大约500毫升，就能提供500毫克左右的钙。再加上日常饮食中的绿叶蔬菜和豆制品，一天的钙需求基本就覆盖了。乳糖不耐受的人依然可以选择酸奶或者舒化奶来替代。到这里我们把吃这个维度说透了，动物蛋白、豆制品、微量元素，你可能觉得内容有点多，想一想记不住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全部记住，只要能记住这几句话就够了。每天1个蛋，1杯奶，1巴掌肉，1块豆腐，1把坚果，1根香蕉，1份粗粮，你的一日3餐营养密度就非常高了。肌肉生长的原材料、水泥、燃料全部备齐了。说完了吃，接下来我要跟你聊一个同样重要的话题，运动。吃是长肌肉的原料，动是长肌肉的催化剂。光吃不练，蛋白质再多，顶多长成虚胖，脂肪堆在腰上，对力量没有任何帮助。光练不吃，你等于让身体在没有砖头的情况下去砌墙，只能拆旧墙补新墙。越练越虚，只有两者结合，才是真正的中老年人增肌之道。但是你说到运动，很多人心里就开始打退堂鼓了。年轻的时候没怎么运动过，到了50岁以后更没信心了，怕伤膝盖，怕扭到腰，怕运动强度大了心脏受不了。这些担心都是正常的，也都是可以避免的。50岁以后的长肌肉运动跟年轻人去健身房练大块肌肉是两回事。你不需要去举杠铃，不需要跑马拉松，不需要深夜跳高强度的健身操，你只需要3样东西，加一双舒服的鞋和每天15分钟的坚持。第一项运动，快走。不要小看走路，走路作为运动来说，它是天花板级别，零门槛，零器械，零场地限制，而且对关节几乎没有冲击。人在快走的时候，全身70%以上的肌肉群都在参与工作，从脚掌落地时的足底肌群发力，到小腿腓肠肌和比目鱼肌的向前推进，
再到大腿骨、四头肌和腘绳肌的屈伸，一直到臀大肌的稳定核心，上半身核心肌群的收紧和手臂的自然摆动，你迈出去的每一步其实都是一次全身的低强度协调训练。那怎么才算快走？不是散步。散步的速度太慢了，对心率和肌肉的刺激不够，也不是跑步。跑步对膝盖的冲击大，不适合所有人。快走的核心标准是你走起来之后心率有上升，呼吸变得略急促，但依然能用短句跟旁边的人说话。如果还能完整的唱歌聊天，那就太慢了，需要提速。如果喘到说不出完整的句子，那就太快了，降下来。每天晚饭后半小时到1小时之间，出门走上20到30分钟，时间不用太长。关键是每天都能坚持快走3个月以上，你的心肺耐力会明显增强。以前走10分钟就喘的，现在走半个小时还觉得轻松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下肢力量会有肉眼可见的进步，上下楼梯腿不抖了，蹲下去站起来不费劲了，这些都是肌肉在回来的信号。有些老人说，我膝盖不好，走路走多了膝盖疼。这个问题要注意，膝盖痛的时候不能硬撑，可以先从更短的10分钟开始，如果膝盖不疼再加量。另外买一双鞋底软硬适中的健走鞋，不要穿硬底皮鞋或拖鞋去走路。如果走路还是疼，可以换成游泳或者水中行走，水的浮力能卸掉大部分体重对膝盖的压力，同时水的阻力又能给肌肉提供温和的训练。第二项运动，踮脚和抬腿，这2项被称为隐蔽运动，因为你不需要换衣服，不需要穿鞋，不需要离开你现在站着或者坐着的位置，随时随地都能做。先说踮脚，你站起来，双脚并拢，双手可以扶住椅背，保持平衡，然后慢慢把2个脚后跟抬起来，抬到最高点，用前脚掌撑住身体，心里默数5到10秒，然后再慢慢放下来。这个动作重复15次为一组，每天做2到3组。别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小腿肌肉在医学上有一个响亮的称号，人体的第2心脏，因为心脏把血液泵到全身，靠的是心肌的收缩力，但血液从下肢回到心脏。对抗重力的这段路程，心脏已经使不上劲了，主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和挤压，像水泵一样把静脉血一下一下往上推。如果小腿肌肉萎缩无力，血液回流就慢，你就会发现走路久了脚踝容易水肿，晚上睡觉下肢发胀，早上起床腿细了一圈。经常做踮脚力，这个动作你坐着就能做，找一张硬一点的椅子坐直，腰背挺起来，不要靠在靠背上，然后一条腿慢慢向前伸直，直到完全伸直和地面平行，脚尖勾起来，感受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收缩和拉伸，保持这个姿势5到10秒，然后慢慢放下来。每条腿重复10到15次，再换腿，每天做2到3组。这个动作的好处是什么？它能非常安全地训练你的大腿力量。大腿是支撑身体重量的主力部队，大腿有劲了，你走路、站立、上下楼的稳定性和耐力都会大幅提升。很多老人容易在平地绊倒，根源就是抬腿不够高，脚尖在地面刮了一下就摔了。抬腿训练能把大腿的肌肉力量提升起来，你迈步的时候腿抬得高，就不容易被绊倒。第3项运动，弹力带训练。弹力带这个东西，真建议每个中老年人都备一条，几十块钱，网上或者体育用品店都有卖，轻便好收纳，不占地方。它能给你肌肉持续的阻力，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把深层的小肌肉群激活起来。最简单的动作，把弹力带的一端系在稳固的桌腿或者门把手上，另一端套在你靠近桌子那一侧的脚踝上。你站直或者单手扶着墙，然后把套着弹力带的那条腿向后伸直蹬出去，感受弹力带被拉伸时来自臀部和腿后侧的阻力，保持这一下，慢慢收回来。每条腿做15次为一组，左右各做2组。这个动作练的是哪里？练的是臀肌和腘绳肌。你可能觉得臀肌不重要，其实错了。臀肌是人体的动力底座，你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爬楼梯，从蹲姿起身，靠的全是臀肌发力，臀肌没有力气了。你站起来就要用手撑膝盖，借胳膊的力才能起来。这就是很多老人说的站起来得扶着东西的原因。弹力带的这个后蹬动作能非常精确地激活这块肌群，每天坚持做，大概1个月左右，你自己就能感觉到从椅子上起身的时候比以前省力了，走路步幅变大了，走路的稳定性也提高了。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弹力带动作，坐姿划船，把弹力带绕在脚掌上，双手抓住弹力带两端，坐在瑜伽垫上或者床上，腰背挺直，双手像划船一样把弹力带向后拉，
感受背部肌肉的夹紧收缩，这个动作练的是背部的肌肉群，尤其是中背部。很多中老年人会有驼背的趋势，背部肌肉力量弱是重要原因。通过坐姿划船把背肌练起来，整个人体态会挺拔很多，看起来精神，呼吸也更顺畅。这3项运动加起来，每天只需要花15到20分钟。早上起来做一组踮脚和抬腿，下午做一组弹力带训练，晚饭后快走半小时。你不用把它们堆在一个时间里做完，分散开来做，身体更容易适应，也更容易坚持。关键就是坚持。讲了这么多，信息量确实不小。动物蛋白、豆制品、微量元素，每天运动，东西很多，记不住了很正常。所以我最后把核心内容浓缩成3条铁律，你只要记住这3条，日常吃饭就不会跑偏，肌肉就能一砖一瓦的长回来。第1条铁律，每餐都要有蛋白质。你自己回想一下，今天的3餐是怎么吃的？早餐是稀饭咸菜还是豆浆油条？这些都没有蛋白质。午餐是一碗素面还是几块红烧肉？晚餐是清炒时蔬加白米饭还是有一份豆腐或者一条鱼？如果你的3餐里有一顿是纯碳水、纯蔬菜，没有蛋白质，那么这一顿进食等于白吃了，因为你的身体在半天的时间里没有收到任何蛋白质信号，肌肉的合成通路就处在关闭状态，这段时间流失的肌肉就没有被补回来。所以检查你的1日3餐，早餐必须有一个蛋或者一杯奶，午餐必须有一份肉或者一块豆腐，晚餐必须有一份鱼虾或者豆制品。这3顿饭里，午餐和早餐的蛋白质稍微多分配一点，晚餐稍微少一点，但质量要高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，你一天的蛋白质摄入总量就很容易达到每公斤体重1克到 1.2 克的标准，这恰恰是中老年人增肌的推荐量。第2条铁律，少量多餐。中老年人的胃肠功能和年轻人没法比，一顿吃得太撑，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跟不上，食物在胃里堵着，消化吸收反而不好，而且一顿吃得太饱，血糖冲击大，人也容易犯困。那怎么办？大量减少单次食量，增加进食频率，可以把1天3顿变成5顿或者6顿。早餐加餐，午餐加餐，晚餐加餐吃什么？上午10点左右，一杯无糖酸奶，加上几颗核桃或者杏仁，酸奶的乳清蛋白能快速给身体补充氨基酸。坚果的健康脂肪提供能量，下午3、4点，一根香蕉或者一小把南瓜子，香蕉的钾帮你防止肌肉无力，南瓜子的镁预防抽筋，这样的加餐不会给你的胃肠增加负担，但能让身体在一整天里持续收到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的供给信号。肌肉合成的油门一直是踩着的。第3条铁律，清淡烹饪。很多中老年人对清淡2个字有误解，以为清淡就是水煮一切，什么味道都不放。这样吃你能坚持3天就不错了。清淡烹饪的精髓不是没味道，而是少油不腻，少盐不咸，依赖食材的本味和天然调料去提味。清蒸、白灼、水煮、凉拌、炖汤，这5种烹饪方式是中老年人的最佳选择。清蒸、清蒸鱼、清蒸虾丸、清蒸豆腐。蒸能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原味和营养，不需要加一滴油。白灼、鲜虾、西兰花、生菜，沸水快速焯过捞出，淋上薄盐生抽和一点蒜蓉，脆爽鲜甜。水煮瘦肉片、鸡胸肉片、豆腐，在清汤里汆熟，肉质嫩滑不上火。凉拌烫好的菠菜，泡软的腐竹，煮熟的鸡丝，拌上醋、蒜末和少许香油，一口清爽，一口营养。炖汤，牛腩炖萝卜，鸡肉炖香菇，排骨炖莲藕。小火慢炖，把食材的鲜味和营养全部融到汤里，喝汤吃肉，双管齐下。如果你能做到这3点，每餐有蛋白，少量多餐，清淡烹饪，你不需要给自己定任何复杂的食谱，日常生活就能落地执行。而最妙的是，这些方法不光帮你长肌肉，对你控制血糖、降低血脂、保护心血管、改善肠道功能全都有好处，一举多得。最后再说一个很多人完全没想到的角度，睡眠。你以为肌肉只在你白天走路、抬腿、吃饭的时候长，错。肌肉真正生长的黄金时间，恰恰是你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，白天你吃进去的蛋白质、补充的微量元素、经历的运动刺激，这些都只是准备工作，真正把氨基酸组装成新的肌纤维。修补运动造成的微小损伤，让肌肉变得更粗更大的过程发生在深夜深睡眠阶段，由你的生长激素主导完成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睡不好的人第2天起来浑身无力，精神萎靡，走2步就累？
这就是因为肌肉在夜间没有被充分修复。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，生长激素分泌减少，你白天吃的蛋白质再好，运动的力度再合适，合成效率也会大打折扣。所以建议你养成3个睡前的习惯。第一，睡前不要吃太饱，消化负担会影响深睡眠质量。第二，睡前一杯温牛奶，乳清蛋白中的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前体物质，能帮你更快入睡，睡得更好。第三，固定作息，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上床，早上6点到7点之间起床，让身体的生物钟稳定下来，睡眠规律了，肌肉合成的效率至少提升30%。到这里，我们把所有能说的、该说的都说明白了。总结一下，非常简单，每天1个蛋，1杯奶，1巴掌肉，1块豆腐，1把坚果，1根香蕉，1份粗粮，再加上每天20分钟快走，1组踮脚抬腿，1组弹力带拉伸。你不需要去买任何保健品，不需要花大价钱，不需要剧烈运动，你只需要把每天吃的东西换一换，每天花15分钟稍微动一动，准备迎接它给身体带来的变化。当你走楼梯不喘了，拎东西不抖了，走路脚下生风了，你会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又年轻了好几岁。不是因为吃了什么神药，而是因为你给了身体正确的原材料，它自己就把力量重新盖起来了。肌肉这个东西，给身体原材料的权利，从来都在我们自己手上。50岁不是终点，只是一个全新的起点。只要你开始重视肌肉，吃对食物，适当锻炼，睡好觉，你的身体就会结结实实的回报你。走路稳，精神足，很少生病，活得有质量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。如果觉得对你有用，别忘了点亮右下角的小红心，转发给你身边关心的人。吃对营养，动对方法，睡好精神，让我们50岁以后依旧脚下有劲，身上有力，眼里有光。你们平时最爱吃哪种肉？最常做哪道菜？有没有自己特别拿手的懒人高蛋白食谱？或者你平时运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窍门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来，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抄作业。咱们评论区见。